餐厅老板收到一张冥币，以为是恶作剧，可第二天又收到一张冥币，晦气。第三天，他亲自去送外卖，想会会那个捣乱的客人，可客人只开了个门缝，递出100块。老板仔细看了看，的确是100元大钞，为了保险，还把钱单独放一边。诡异的是，到了晚上点钱，这张100元大钞又变成了冥币。老板立刻报警，第二天还带着警察去客人家，远远的就传来一股恶臭。警察一开门，看见4个人跌在麻将桌上，可他们的样子分明已经死了很久。邻居们大惊失色，据他们说，这几天一直能听到打麻将的声音，夜晚尤其明显。随后的尸检报告更诡异，尸体特征显示死亡时间是7天前，然而他们的胃里却检出了这3天点的新鲜外卖，甚至餐厅老板收到的冥币上，除了送餐员的指纹，还检出了2位死者的指纹。以上种种全都指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：死了7天的4个人一直在打麻将，还连续点了3天外卖，用冥币付钱。虽然以上画面取材于电影，但是死人打麻将点外卖这一诡异事件却真实的发生在1989年的香港新界。涉事餐厅叫潮涌记，电视台有报道，警察局有存档，号称香港唯一被官方承认的灵异事件，科学实在无法解释。有玄学大师指出，这个房子门面朝东北，气冲鬼门关，阴气极重，这些人的死亡时间又在冲煞之时，死后魂不离体，像活着一样重复死前的事。事发在30多年前，真相已不可考，但有部电影改编自这一事件，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。友情提示：鬼怪不可攻击，藏进被子里的人或者评论区艾特好友也可进入法术防护屋。民国时期，一位善弹琵琶的名妓嫁给了一个富户，两人恩爱异常。可不久后，富户重病而死，名妓悲痛万分，竟不肯富户下葬，尸体一直存在地窖里。不知为何，一段时间以后，富户离奇复活，两人新建了一所宅子，相伴一生，为爱超越生死，一时传为佳话。时间很快来到1980年代，一个商人买下一座老宅，给妻子和儿子住。邪门的是，自从搬进宅子，商人一直走背运，还性情大变，连老婆都打，直到老婆自杀而死。商人终于悔悟，可人死不能复生，他想弥补老婆也办不到。这时，一个道士找上门，传给了他一个法术，号称可令死者复生，但需要付出代价。躺在棺材的这个女人突然动了一下，对面的男人不但不害怕，还很高兴。看来那个道士传授的法术竟然是真的，男人早已死去的老婆果然复活了。只不过复活是有条件的，每年中元节前鬼门大开，阴气四散，老婆得重新躺进棺材，吸收10天阴气，维持老婆1年的生机，需要很多阴气。那么这些阴气从哪里来呢？从年轻到白发苍苍，达叔一直保留着一个小本本，上面记录了收集阴气的方法，多年来从不离身。他明明可以靠收房租养老，却非要在附近餐厅打工，餐厅外的广告墙上就挂着他家的招租广告。不过达叔已经在餐厅干了10几年了，餐厅却没人知道他们经常送餐的那一栋大别墅房东就是达叔，除了员工小豪，因为他就是达叔的儿子。不过餐厅没人知道他俩的关系，他们父子也从不以房东的身份出现在租客面前。租客们之所以认识他们，是去餐厅吃饭或者点外卖，混了个脸熟。达叔特别热情，没事就和他们闲聊天，对他们的情况了若指掌。每次给他们送外卖，达叔都抢着去，离开之时还会帮他们把垃圾带走。而租客们知道的房东只有这个爱穿旗袍的古怪老太太，住的屋子黑漆漆，还要一直戴着墨镜。更古怪的是，老太太的招租要求很奇葩，填一张求租资料表，写上个人生日，还必须得是阴历生日。也不知道资料表的审核标准是什么，住进来的租客身份千差万别，有这种高富帅学霸，有这种街头风尘女，有这种摇滚大明星，还有这种职场小白领。但他们都被警告，大门上贴的符不许摘，墙上挂的装饰品不许摸，尤其楼下的储藏室绝对不许进。要求是古怪，但是房租很感人，他们都答应了。3天之后才是中元节，可路边已经有人烧纸钱了。达叔格外高兴，他偷偷告诉儿子4个齐了。可达叔毕竟老了，收拾餐桌时伤到了腰，儿子担忧地说：你这几天腰疼了，后天还是我去吧。不过达叔拒绝了他，这么多年都没牵连儿子，这一次也不行。事到临头，达叔很谨慎，他准备在中元节之前先回别墅确认一遍。碰巧一个房客点了外卖，达叔主动去送，趁人不注意，他想进储藏室看看，可租客出来了。大叔，你还没走啊？达叔往地下一看，我看这儿有点垃圾，
我帮你把钱都拿走哈。租客连忙道谢，达叔继续为即将到来的中元鬼节做准备。没想到租客们也在为那一天做准备。这个女孩的农历生日是7月15鬼节，这么多年都没出过事，直到今年她低价合租到一栋别墅，后天就是她的生日，她邀请室友一起玩。一个室友惊奇地说：“我也生日哎，也是我生日，我也是7月15号啊！”一栋别墅4个租客生日竟然是同一天，他们纷纷感叹：大家有缘分吗？还约定到时候一起过生日。白天他们一起打麻将，突然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新长了一个痦子，这下大家觉得更有缘分了。可当天晚上，他们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是铃铛声从楼下传来的。他们顺着声音下楼，来到一个储藏室面前。那个奇怪的房东老太太曾警告他们绝对不能进去。突然一阵阴风来袭，3个室友都被吓跑了，只有这个帅哥没走。抬头看见储藏室的门已经被风吹开了，他大着胆子靠近，看到了诡异的一幕。储藏室里摆着个棺材，棺材上贴着符，棺材前开着电灯蜡烛，一旁还放着一张合照。帅哥心里毛毛的，赶紧走了，可他怕吓坏室友，就没说。第二天，大家都把昨夜的怪事忘了。一个室友高兴地宣布，他入职新公司，要请大家吃饭。至于吃饭的地点，大家异口同声：那个，附近有家茶餐厅，餐厅有个员工达叔，对他们可好了，一定要照顾达叔生意。当晚他们在茶餐厅喝嗨了，并没发现达叔一直在偷偷看他们。没一会儿，达叔溜出餐厅，顺利打开别墅的门，进了储藏室。他查看了棺材里的妻子，一切如常，这才安心离开。可半路上遇上了喝醉酒的4个年轻人，达叔躲在一旁，听见一个室友说他明天有演出，不能和大家一起过生日了。这怎么行？达叔的眉头皱了起来。第二天，歌手出门买油条，被人一把推到地上，等他站起来发现自己脚崴了，这下演出去不成了。他决定明天留在家里过生日。第二天傍晚，家里门铃响了，来的是达叔。他说店里引进新的啤酒，要给老顾客免费品尝，大家很高兴。可达叔却脸色不好，怎么只有3个人啊？一个室友解释，有个室友去见导师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可达叔慌了，道士？室友赶紧解释，就是他的老师。达叔终于放心的离开。不久之后，别墅的3个人都晕了。达叔进来，把门窗封死，烧上煤炭，静静等待。而最后一个室友去餐厅点外卖，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小本子，老板说是达叔的。室友翻了翻，大惊失色。房屋格局：极阴之地，中元鬼节，极阴之时，鬼节出生，极阴之人。他扔掉小本本，赶紧往别墅跑。可等他回来，屋里全是煤气的味道。他立刻救人，却被达叔偷袭。幸好达叔老了，室友一推达叔的脑袋，直接把他推倒了。然而达叔的儿子不放心，也赶来了。几天以后，4个死去的年轻人如同活着那样打麻将，邻居都说他们天天打麻将好吵。到了晚上，他们还像活着一样点外卖，只是给餐厅的钱第二天会变成冥币。很快餐厅报警，警察发现别墅里的尸体，顺利抓到凶手达叔。达叔供认不讳，但却没人相信。他说一个道士透露，极阴之人于极阴之时死于极阴之地，3阴汇聚，能产生大量阴气，让死人复活。达叔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杀死4个租客，让他死去的妻子躺在棺材里吸收阴气，10日后妻子就能续命1年。可是没等警察去抓达叔的妻子，一个白发的女人就找到了他，而这个女人赫然就是民国时期第一个使用这种邪术的名妓。她容颜不老，白发飘飘，显然达叔也被她利用了，真相恐怕也只有他才知道。